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点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的这款来自 X Toys 最近刚刚现货的食草帝国系列里面的这款棘龙。这款棘龙呢是素体的版本，一共是4款恐龙啊。你可以看到，三角龙呢会在后续的这个产品里面进行发布。那这4位都是可以说是杂兵，可以说是士兵的这种小弟等级的这样一个感觉。就像之前的食肉帝国里面，一开始出的是肉食牛龙，后来的这个肉食牛龙首领，以及之后的这个角鼻龙，体型都是相对于比较小的。在这之后才出的是霸王龙嘛。我也理解这样的这个商业操作，只不过呢，我非常期待于三角龙的这个登场，因为据说三角龙的素体跟那个霸王龙的素体呢是差不多大小的。那这边因为这个棘龙的头冠呢比较突出，它可能为了保护这上面的细节，采取了一个头雕倒置的这个方式去进行收藏，去进行收纳。素体方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配件不是特别多，2对手型，1条尾巴，然后还有1套小衣服。那预售价格呢是300块，然后呢比套装版呢要便宜100块钱。我个人觉得，如果从性价比的角度去看的话，还是选择套装会更实惠一些。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有 DIY 的需求，或者说就像是跟我一样比较好奇它的素体到底长什么样子，我还是比较推荐这个素体版本的。那么直接来开箱。好的，全部内容物还是这么多啊，其实就跟刚刚说的一样的，一对这个握持弓弩的手型，握更粗壮的这种武器的手型和一个相对于握持比较细的武器的手型，但是呢，毕竟是素体版本，它是没有给多余的武器的。衣服方面，迷彩的这个短裤，而且在后面尾巴部分给开了一个小洞，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心的。然后另外一边是一个白色的坎肩，或者说是无袖背心，上面有印着这边三角龙的 logo。当然我们今天主要是看素体，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就都不看了，放到一边去，不耽误大家时间。首先呢，还是惯例的360的在镜头面前给大家去转一圈，手动的看一下它身上的这个效果。那实际上该预留的这个孔洞啊都有。那毕竟本身的这套玩具使用的素体呢，就是这个三角龙的素体，肩胛骨上面开孔。我个人比较不满意的就是从后方看过去，脖子和头部的连接这个地方有点过于空了。当然呢，也可以理解它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这个头部的可动性，上抬下低，包括左右晃头的可动性，如果不做出空间的预留，你就需要做出这种零件的嵌套，而且效果还不一定有直接预留的好。然后呢，作为这只棘龙来说的话，它的身高应该算是这4只里面最高大的，因为它的这个头冠啊非常的夸张，上面有很多这个渐变色的涂装细节，从脚到头顶整个身高呢是来到了22公分。但是呢，因为我们一般视觉上的效果呢，还是会看它的肩膀，它的肩膀呢则不是说那么的高大的一个角色啊。我们这边还是拿出它同系列的，这边的这个牛角龙吧，应该是这么叫的，牛角龙就是之前跟大家在镜头面前去介绍过的这个全装备版本。去做一下身高上的横向对比，可以感觉到这2者的身高其实是相仿的。我们把它的这个头稍微抬起来，它鼻子上面这一根大角呢，真的是非常酷啊！包括像怪物猎人这种游戏里面，那个角鼻龙，其实也是以它为原型的。个人觉得那个造型呢，真的也是非常的酷。所以说，我当时在预定的时候就选择了我觉得长得最帅气的2颗头雕啊，进行了预定，一个是全装备，一个则是选择的像这种裸装的素体。而且呢，它这次选用的这个沙黄色，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高级的。无论是这个皮肤的外部角质的这个涂装，还是说内部的这种偏柔软肌肤的这个涂装，整体的过渡和层次是喷的有模有样，个人是非常喜欢。那相比起之前的这个灰色和红色，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个浅色调的过渡来说，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沙黄色的涂装会更加的立体一些，非常的喜欢。那身高方面，刚才比了他们同系列的，那我们就来再比一下之前的这个食肉帝国的最早的素体。那这边是之前哪一次 WF 展的这个透明版本的肉身牛龙老兵的素体。
这个老兵的素体呢，其实你可以看到身高方面还有身材比例完全不一样，一个是类似于这种健美的，就是当然也不算健美的啊，反正说作为肉食龙来说，它的这个体脂率比较低，身形是比较的精瘦的这种感觉，当然大臂也是相当粗壮的，只不过呢，在我们这种偏矮人身形的这个食草帝国的杂兵面前呢，他的这个身形就有点不够看了，无论是厚度、宽度、大臂维度还是小腿维度啊，都是没有办法去比的，而且两者的重量呢，也是，这边的这个脊龙要更加的沉一些。总的来说，横向对比，你可以看到之前的这个这个肉食牛龙的老兵素体呢，看起来就是相对比较单薄一些。不过身高方面呢，确实如果只看头顶的正常高度的话，它会比这边的这个三角龙看起来比例要正常一点啊。三角龙就不是三角龙啊，就是这边的这个食草帝国的恐龙呢，看起来呢个头呢就稍微有一些劣势了。当然呢，这一切如果说拿出这边的大哥素体啊，就是霸王龙素体，我觉得所有的都不够看了。霸王素体往这边一摆，那这边的这两只呢，全部都变成小老弟了，对吧？那放到这边看，没有错啊。就在我心目中，其实 X Toys 出了这么多款恐龙战场的玩具，我觉得最好玩的依旧是这个霸王龙的素体部分。因为之前的甲胄版也很帅，但是整个拼装的这个过程还是相对繁琐的，就是把这些配件搭上去也相对繁琐，而且搭载之后呢，上面有非常多尖的装饰，你在把玩起来呢，手上也不是特别的放心。那还不如呢，就这个素体版，在我心目中不如这个素体版掰的爽啊！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素体版已经被我掰的有点包浆了，上面有些掉漆的这个痕迹，也能够侧面说明我对这款玩具的这个喜爱啊。横向对比来说的话呢，霸王龙如果完全站直，把头抬起来，身高呢是快接近25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啊，是非常高大的一款，而且非常沉重的一款这个异形或者说恐龙人的这个素体。个人觉得呢，它的整个头雕看起来非常像以前的一部动画片里面星际恐龙，然后写实化的这样一个造型，个人觉得是非常帅气的。当然这次的这个脊龙我觉得也是不遑多让，整个皮肤纹理的质感和这边的这个霸王龙的这个质感放在一起，还真的是就是非常呼应。如果说真的有这么样一个宇宙没有进化出人类是恐龙，然后长出了犹如这个灵长目一样的这个四肢之后，开一个健身房，然后不同种族的这个恐龙在一起，可能在训练的场馆里面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凶贵的这样一个场景吧。无论是这种高大威猛的霸王龙像打药了一样的选手，还是即使身材矮小然后一直也是坚持训练的这边的这个角鼻龙，或者说是这边的这个今天的主角棘龙，我个人觉得呢，每一款玩具其实背后的如果说原创的这样一些作品里面，你也可以带入自己的想象，去给大家丰富一下它的自己的这个故事背景。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来掰一下这个纯素体的这个可动性。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关心这一点的。身高已经对比完了，那可动到底怎么样呢？头雕刚才说过了，非常的灵活，抬头大概是可以抬到45度，然后低头幅度呢一般般，然后左右晃头呢其实可以看左看右，正常的幅度都可以做，还可以歪着头看你。它在包装里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就是为了保护整个前面的造型，对吧？然后手臂方面360度旋转，非常丝滑，平台呢是略超过90度，然后这边的这个空的关节呢，它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摆动的幅度，但是就是不是很够用它无法形成一个蝴蝶关节。双段关节的，其实它这边做的是一个类似于双段关节的这个曲肘，但是可以看到这个设计下来之后呢，它的手肘可以有一段这种肌理的联动，但是因为它是嵌套的，在把这个大臂的零件嵌套在这个上面，但是这个大臂零件却必须跟这个肘关节的这个内部零件一起走，所以说它没办法像 Marvel Legends 一样在这边做一个圆柱形的切分，它的大臂可以直接转过来，它做不到，所以说它大臂就完全被限制在了90度这样一个水平，而且从内部看呢是会稍微有些割裂的。
手腕、球形、转轴、外摆内收，那都可以做到，没有任何问题。胸腰关节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挺胸幅度的非常的强悍，弯腰幅度呢稍微逊色一点，但是也是完全够用了。然后左右晃腰非常大的这个幅度，所以说你要做出这种蛮牛冲撞，甚至这个3/4展或者说1/4展背啊，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你看他做出这个蛮牛冲撞的动作，还非常像那么回事，个人感觉还是很帅气的。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造型怎么样呢？对吧？下半身的可动，前踢幅度90度多一点点，双段关节的栖息，然后这边脚掌的接地性以及根部的旋转，没有任何问题。作为素体款来说的话呢，这款玩具已经就是表现得非常不错了，而且算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这个大块头的素体玩具，还带了一套可以自己去 DIY 把玩的这个衣服，对吧？性价比方面一般般，300块钱的这个定价，同样定价的玩具，市面上可以选择的这个高水平的玩具呢也是非常多。当然呢，它就占一份这个恐龙人，然后棘龙的这个形象，我觉得也算是它的一个加分点。如果你喜欢这个恐龙战场食草帝国里面这几款恐龙的这个造型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去酌情的入手1到2只去体验一下。当然呢，如果说这边的这个预算有限，我个人觉得可以等专门去蹲一下这个大货版三角龙的出货，那个具体是什么时间，我们就只能慢慢的等待了。然后非常期待 X Toys 恐龙战场继续推出更帅气的这个恐龙人角色。我们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